现在剖腹产生下来的话，要进保温箱，肯定要不少钱，我也负担不起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孩子不要了。说话的男人名叫彭江平，床上骨瘦如柴的女子是他怀有8个月身孕、癌症晚期的妻子杨凌云。妻子即将离世，若及时手术，腹中胎儿很大的存活希望。可彭江平为什么坚持要让妻子打掉这个用生命才保下的孩子？彭江平和杨凌云新婚不过半年，怀孕后不久，杨凌云就被查出了恶性肿瘤。唯一保命的方式就是终止妊娠，杨凌云却不肯，在治病和保住孩子之间，她选择了后者。尽管她与丈夫彭江平是2婚，2个人都各自有1个孩子，她依然想完成丈夫有个女儿的心愿。因为放弃治疗，只几个月，杨凌云已经骨瘦如柴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按理说，这时的杨凌云最需要丈夫陪伴左右。让人意外的是，得知妻子患癌后，彭江平便将杨凌云遗弃在娘家不闻不问，甚至拿走了与杨凌云订婚时的金戒指。直到怀孕第8个月，杨凌云因病情恶化几度昏迷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无奈之下，杨家人只能前往工作的城市寻找失联的彭江平。可哪怕明知妻子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彭江平依旧拒绝去医院。我这里忙得很，我还有另一个小孩要照顾，生下来我也没时间带。好了好了，不讲了，我也不想管他。不耐烦的神情，仿佛在病床上的是与他并无牵绊的陌生人。彭江平解释说，自己和杨凌云恋爱1年多，因为意外怀孕才结的婚。自己与前妻生的大儿子就是因癌症去世，现在要照顾与前妻生的11岁的儿子，再也无暇顾及其他。杨凌云有癌症，腹中的孩子今后是否健康，她必须慎重考虑。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彭江平终于来到医院，希望丈夫陪伴自己最后一段时光，希望腹中孩子能平安出生。这是杨凌云最后说出的2个心愿。可这2个愿望，彭江平却都不愿实现，把他弄出来算了。彭江平的想法是，自己没有钱，现在就想让妻子办出院送回娘家，而这意味着他选择同时放弃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。在遭到了杨凌云娘家人的极力反对后，彭江平直接来到病床前，劝说妻子打胎。之后，趁着人们不注意，彭江平从医院消失了。也就在这天，杨凌云生产发作，在生下孩子10个小时后，杨凌云去世。生前，记者曾与杨凌云有这样一段对话：你觉得丈夫到底是不是真爱？我觉得是真爱。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他都没有来看过你？他有他的苦衷。那时妻子的回答没有半分犹豫，哪怕面对病痛和死亡的始终是他一人，他依旧选择相信。他早早就为孩子起好了名字，彭因爱，意味着孩子是为爱出生。可她倾尽生命的坚守，看清的只是丈夫没有一丝为人夫的担当，更不愿去尽半点为人负责任的事实。哪怕在杨凌云去世后，彭江平也是被杨家人拽着才来到妻子的灵前，看不出半点愧疚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句话放在彭江平身上只觉得讽刺。往日种种不过是逃避责任的借口，如今的自私无情更让人满目悲凉。纪录片《生门》的导演曾说，都说生育是夫妻2个人的事，其实不是，真正面对一切的是女人。嫁的是人是鬼，看生孩子时他对你的态度就知道了。电视剧《乔家的儿女》里，年轻时的乔祖望只管喝酒赌博，妻子魏淑英挺着大肚子操持家里家外，还要给他端水送饭。妻子临盆，他只顾着和狐朋狗友搓麻将。小姨子跑去寻他，他漫不经心说道：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，又不是投胎。好说歹说求着他进了医院，乔祖望翘起2郎腿，喝着热茶打瞌睡。哪怕医生护士全都冲进手术室，他心中依旧不起波澜，仿佛里头是与他不相干的人。
妻子难产去世，乔祖旺财连连叹气，为的也只是自己今后吃喝拉撒无人管。都说产床是婚姻的试金石，也是人性的照妖镜。不爱你的男人，哪怕你付出全部，将赔上性命，也无法打动他半分。还有人只当妻子是家中的摆设，吝啬到一句关心都不愿给，哪怕事关生死，也能装作视而不见。二胎妈妈少卿在家中坐月子时猝死，原因是突发心跳呼吸骤停30分钟。本以为是场意外，母亲在用少卿的手机洗遗照时，才发现少卿一直在向丈夫求救。去世前9天，她问丈夫：“你回来了没？我心脏难受，喘不过气。”丈夫语音回复她：“在外面有事。”凌晨，少卿再次对丈夫哭诉：“我心脏都疼死了，你还有心情在外面吃饭？我死活你管不管了？”他的朋友圈也满是求助的信号。病痛可以击垮一个人的健康，但更让妻子觉得刺骨寒心的是丈夫的冷漠。但凡这位丈夫有一丝责任感，多关心一句，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。可惜没有如果。杨澜曾说，婚姻的纽带不是孩子，不是金钱，而是关于精神的共同成长，那是一种伙伴的关系。在最无助和软弱的时候，在最沮丧和落魄的时候，有他托起你的下巴，扳直你的脊梁，命令你坚强，并陪伴你左右，共同承受命运。那时候，你们之间的感情除了爱，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，不离不弃的默契，以及铭心刻骨的恩情。婚姻从来都是2个人的同舟共济。那个值得你托付一生的男人，也许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可纵使身处永夜，他也会握紧你的手，许你无惧无忧。生活再苦再难，他始终会为你托底。炸鸡店发生燃爆，店主夫妻重度烧伤，转出 ICU 时，男子一直对着儿子晃悠着手，示意要写些什么。或许是想先救妻子，或许是不想给家庭太重负担，哪怕自己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，他依旧歪歪扭扭写下：“听着，全力救治妈妈，我无所谓。”樊南星和张慧云，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夫妻。10几年前，张慧云患上渐冻症，从此失去了行动能力。那时，大女儿5岁，小女儿才1岁。跑医院，照顾孩子，伺候妻子的吃喝拉撒，就成了樊南星的生活重心。可他从未将妻子视为累赘。他也深知妻子的害怕无助，无论是外出拉货，还是下地干活，他都会将自己带在身边，不离开片刻。其实，面对一个全身瘫痪的伴侣，樊南星若选择离开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但他不愿意丢下妻子孤身一人。既然结为夫妻，就要一直负责下去。普天之下最美妙的事，莫过于爱人以及被爱，彼此相对的付出。哪怕见惯了世间凉薄，也总有人愿意用尽一生去兑现相守的承诺。婚姻哪里有错呢？错的是辜负婚姻的人罢了。人这一生，躲不过生死，躲不过病痛，唯有爱是最好的良药。